各位同学，大家好，这里是 Hex 电脑课堂，我是你们的朋友 Hex。那上一期呢，我们是花了5步给大家详细讲解了如何实现 PC 端的远程桌面连接。然后呢，本期呢，我将给大家继续分享如何用 PC 端去远程连接安卓端，也就是用电脑端去控制手机端。其实反过来操作也是类似的。那首先呢，我们在讲解这些内容之前呢，会用到很多上一期内容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所以如果对上期内容有还不太熟悉的小伙伴呢，可以再回看一下这一期的内容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正式讲解。首先呢，我们延续上一期的一个配置的话呢，我们去用配置 PC 端的思路去配置手机端，然后进行远程连接。那么我们大概率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报错，也就是211118。那这个报错并不是你 IP 或者是你密码填错啊，其实它主要是因为呢，安卓端在影视机是拦截了这个请求。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在那个手机端配置那个 Rust Desk 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去点击那个打开屏幕录制这个选项，所以呢，它都会报这个错，好吧 ？OK， 那因为这个错误出现的很频繁，所以我单独和那里提一下。然后呢，就是通过这4个步骤呢，大概就能实现呢 PC 端去控制安卓端。那么下面我就详细给大家讲解一下。OK， 首先呢，我们打开Rust Desk。我们在电脑上呢，先把它进行一个初步的配置。在这里呢，我们点击右上方的3个小点，然后呢，我们还是点击常规，然后这里拉到最下面，把这个启用 UDP 打洞，还有启用那个 IPv6 P2B 连接这2项勾选起来。对，然后呢，还是点击这个设置，然后我们再点击安全，我们点击解锁安全设施，这里会弹出一个弹窗，我们点击是。然后我们给它拉到中间这个位置，这里的上节都已经说过，就是密码的一个设置。然后这里我们要注意勾选的是最下方的这个容许 IP 直接访问，把它勾选起来就好了。OK， 这2步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再点击下方的一个启动服务，我们点击是，然后我们稍等片刻，它这里会显示正在接入 Rust 的网络啊。其实到这一步应该就差不多。然后呢，上面的这个内容呢，是因为我之前连过有那个历史记录啊，你刚进来的时候呢，这是没有的，你要自己去配一下。OK， 那底下已经显示就绪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电脑端的配置就已经完成了啊。然后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它的控制台页面，看一下 Tailscale 现在是不是我们最上面这一条，也就是我当前的这台机器，它的那个last thing 这里已经亮成了绿色的小绿灯，然后已经显示连接上了啊。其他2条大家可以不看，这是历史记录啊。然后这就代表我这台机器已经处于一个连接就绪的状态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应该去手机端去配置那个 Tailscale 和 Rust Desk 了。首先呢，我们来到这个GitHub 的页面，这些网址我都会在视频评论区下方置顶，给大家去直接使用。然后我们要下载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下载的是安卓端。因为我的手机是安卓的，然后它的那个操作系统版本还比较新，所以我会选择这个架构啊。然后呢，点击这个下载啊。如果你手机安卓的版本稍微旧一些，你就选择这个版本。总之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去选择，好吗？原理都是类似的。然后下载好了之后，它在桌面啊，这个软件大概就只有25兆，也不大。那下载好了放到桌面之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用 USB 数据线呢，把它连上你的手机，然后把它传到手机里面。然后呢，就是像去应用商店安装软件一样的，正常的去安装这个 APP 啊，给它下载安装，然后呢，安装好了之后，就可以了，啊，就比较简单。那这个我就不展开介绍了啊。然后至于 Tailscale 的，那它是直接可以去那个谷歌商店进行安装的。那接下来呢，我会在手机端给大家进行一个展示。大家好。接下来呢，我就在手机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安卓这个手机端去安装这个 Tailscale。首先呢，我们要确保我们的 VPN 已经是顺利的连上的。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 Play 商店，我们在这个搜索栏里面呢去搜索 Tailscale。这里我之前输入过，所以呢，我直接点历史记录，然后它就会出来这样一个界面。我们在这里点击右上的这个按钮下载啊，我这里显示的更新呢，是因为我之前安装过。然后你点了下载之后呢，就点击下一步安装啊，就 OK 了，比较简单。然后我们点击回退，然后呢，下载好了之后，它就出现在桌面上。这个时候我们点击 Tailscale 就图标。我们首次进入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任何数据的，你要登录自己的一个账号。那在这里顺便提一嘴，我们必须要登录的账号是跟我们电脑的是一致的啊，这样才行。之前也强调过啊，登进去之后呢，它有一个 Connected 的一个按钮，然后你再点击 Connected，点完之后就会来到我们这样一个界面。那下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已经有2个小绿点亮起来了。第一个呢是代表我手机端它已经连上了啊，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刚才配置好的电脑端，这2个设备同时都亮绿灯，就代表它们同时连进到这个局域网。到这一步呢 ，Tailscale 的后台就配好了，我们现在就退出，我们呢点击 Rust Desk。Rust Desk 刚进来的时候，这也是全部是空的啊。然后呢，因为我有历史记录嘛，所以我这边我们要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设置，然后我们往下拉，我们点击这个启用 UDP 打洞，我们再启用 IPv6 P2P 连接，这2个都勾选起来了啊。那这里我顺便说一嘴，如果你不启用 UDP 打洞的话，我实测也是可以连接的，只是说速度会稍微慢一些。UDP 的话，它可能会丢包嘛啊，但是它速度会比较快。OK， 还有下面一个按钮，就是呢这个 IP 直接访问啊，我们也把它点击勾选起来。OK， 那这3个勾选完了，我们就设置好了。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共享屏幕这里啊，就第3个手点，我们点击右上方的3个手点，这里会有允许你设置密码的方式啊，这里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设置什么样的密码。OK， 然后呢就是点击第2个输入控制，我们点击打开系统设置。我们点击最下方的已下载的应用，我们点击最上方的 Rust Desk Input， 我们点击最上方的使用 Rust Desk Input， 它会提示有一些危险，但这些其实也没有太大影响啊，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酌情选择。因为我这里呢要给大家演示，所以我要勾选，然后我点击确定，然后我们点击回退，我们再点击回退，点击回退。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输入控制就已经勾选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点击启动服务，我们点击确认，它会弹出一个弹窗，这里让我们选择应用范围啊，这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你可以选择共享一个应用呢，或者是共享整个屏幕。我这里出于演示，我为大家了选择共享整个屏幕，比较方便一些。然后点击共享屏幕，好，点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就已经显示屏幕已经正在共享中了。也就是说，到这一步为止呢，我们手机端的所有配置都配置好了。那退出之后呢，我还要给大家强调一个细节，就是你退了之后，你要注意把这2个Tailscale 和 Rust Desk 这2个应用又给它删除，就是说防止它突然一下被清理啊，就被系统清理走。那我们呢，首先点击它，我们呢选择这个小锁，就是给它上锁。然后呢，我们在 Tailscale 同样也是选择它，给它上锁。OK，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个叉，给清掉了，我们可以看到了，它就把我们这个3个应用给保留下来了。OK， 那到这一步呢，我们就已经手机端已经全部弄好了。我们接下来我们回到电脑端。大家好，我们再次回到电脑端。那刚才已经给大家演示了手机端的Rust Desk 和那个 Tailscale 的一个配置。那我们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呢，除了锁定它的应用之外呢，我们还要不能选择这个省电模式的啊，因为这种模式会容易让系统在后台直接把这些应用给它杀掉啊，这样就连不上了啊，不行。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Tailscale 的控制器后台。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这2个小绿点都亮起来了，代表我们的电脑端和移动端都已经连上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在 Rust Desk 里面去点击连接了。我们输入它的一个手机端的 IP 啊，这里我已经输入了，所以我们点击连接。然后它会让我们输入密码，我们可以输入密码，或者是在手机端出现的弹窗里面呢，我们点击那个接受它的控制就可以了。这里我点击接受控制，我们可以看到这马上就已经弹出来了啊，让我们去进行手机端的一个控制。我们退出一下，我们刷新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页面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上方的一个选项，跟我们之前在电脑端控制的是不是很熟悉一样的？首先我们简单讲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机3个选项跟这几个选项是关联的，我们点一下啊，它就关了；点一下它就开了。OK， 然后这里的话是选一些操作系统相关的，比如说我们 PCB 隧道啊这些内容，你可以跟自己的需求去选择。然后重要一点的是这一个选项，这里面有原始尺寸啊，它会把这个屏幕给它放大，那可能看得更清晰一些，但是呢它就不是很协调。这里我们还是选择适应窗口。然后呢这里呢还有这个自定义缩放，跟刚才是一样的。然后画质这里可以有3种选择，有画质最优啊、平衡、素质最优，这里我选择素质最优。然后呢就剩下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显示质量的一个监控，我们勾选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右上方的这个它的那个延迟这里也是比较低的啊，所以我们用起来是比较丝滑的啊，比较低的。然后其他的选项呢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可以自行去探索啊。那到这里我们就给它最小化，
那到这一步为止呢，我们PC 端远程连接这个手机端的这个讲解呢就已经讲完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小内容跟大家分享。那这一块的内容呢，就是用 Tailscale 和微软本身的那个远程桌面的一个连接啊。因为我之前在讲第一期内容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Tailscale 加那个Rust Desk 的时候呢，是有小伙伴就说哦，你已经组完了，那你直接用那个微软的那个远程桌面连接就好了，对吗？是的，这样是可以实现的。我也可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大家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如何用那个 Tailscale 结合微软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工具呢进行一个连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把那个 Tailscale 打开，这里我已经打开了啊。然后我们来到 Tailscale 的那个控制台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亮起两个绿色的小点点，代表这两台机器呢已经分别处于同一个局域网了。然后我们要记一下它们的一个 ID 这个地址啊，等下连接的时候在那个微软连接那个工具需要用到。OK， 我们最小化，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来输入 Win 加 R 然后我们输入这个命令就是 MSTSC， 我们点击确定，好，它会出来一个这样的弹窗。那这个计算机的 IP 地址就是我们要被控制的那台机器啊，我们要记得，就刚才在那个 Tailscale 控制台里面，给它输进去就好了。然后这里需要提一嘴的是，这里有一个用户名，那这个用户名的话呢，我们有些小伙伴不知道在哪里找，那我跟大家也顺便讲一下啊。这个用户名首先是你被控制的那台电脑的用户名，然后呢，我现在先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就是我们还是 Win 加 R， 然后 CMD， 点击确定，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我们输入 Who am I，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是电脑的名称，后面这个就是你的用户名了啊。因为我现在只是演示啊，你要在被控制的那台电脑上进行这个操作，然后你把这个用户名给它记下来，然后呢，你再输入到这里面来就可以了。然后你点击保存然后你点击连接，然后它会让你输入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就是你自己之前设置的，比如说你登录的密码，就是锁屏登录的密码，然后你点击确定。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这台电脑上，就已经远程连接成功了，对吧？然后它的下面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它也有一些选项但是没有那个 Rust Desk 那么丰富。比如说全屏比如说你不全屏，就是把它缩小，或者是一些最大化、最小化等等之类的。那这就实现了有 Tailscale 加上微软的一个远程连接的工具，这样实现了一个远控OK， 那到此为止呢，这个方式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这里呢有一些局限性，我要给大家顺便提一下。首先呢，我们组好网之后呢，我们用微软的这个 MSTSC 去连接的时候呢，它操作系统版本是受限的就比如说我现在这台式机呢是 Windows 的一个 Win10的专业版，那么它是可以去连接别人，去控制别人，它也可以被别人控制。但是如果我的笔记本电脑呢是Win10的这种家庭版，那么家庭版的它是没办法去被别人控制的，它只能主动去控制别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局限性它跨平台就更不用说了嘛，它只能电脑端去连接，它不能连接安卓，对不对？它也不能就是实现什么 iOS 或者是 Linux 之间互相连接，这个比较难。然后呢，关键是它连上之后的话，它这台就是被控制的电脑，它会处于一个强制锁屏的一个状态它就是没法去直接观看它屏幕上正在进行什么操作所以基于这些局限性呢，我这里不推荐大家去使用这种方式我还是推荐大家使用我第一期视频讲解的这种方式呢，就是我们使用这个Tailscale 加 Rust Desk 进行一个组合 ，OK。那到此为止呢，我们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全部分享完了那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呢，也请支持一下我的一个创作，插我点赞、关注、转发谢谢大家。那我们本期内容到此结束，下期再见。